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到鲸鱼流入，但是比特币价格却不会有直接的反应？这是大家最好奇的问题。而且每日的这个流入流出，它这个量级呢几乎完全是对冲的。直觉告诉我们，这也不是简单的巧合。每日持仓净流出数据就是可以看到比特币持有100颗以上的地址呢，每一天他们钱包的比特币是在变多还是在变少。那么可以看到，在1月1号呢，比特币100颗以上的持有人呢出现了大量的净增持，增持了大概14255颗比特币。总计12亿美金的这个增持呢，这也是半年以来的最大增持现象。但是我们转手看一下 ETF 的流出数据啊，流向数据，那它在12月份的最后一天呢，也是出现了3.4亿美金的净流出，同时也是这个月呢最大的净流出啊。那前一个柱子最大的话是11月份。那么这样的链上与机构的现象到底要怎样去解读？为什么我们看到链上数据一直在流入，但是价格呢一直毫无动静？我直接先说结论，后续的话数据会给到我们相对应的解释。在这里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OTC， 也就是场外的交易。OTC 是指买卖双方它不是通过公开交易所进行成交的，而是私下直接协商。这种交易方式在加密货币市场里面呢，当你就是这个交易规模达到数千上万颗比特币的时候呢，大户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在交易所里面下单，原因是第一个，滑点的成本太高了，并且一次性出现大额订单，也就是买入14000个比特币，它会直接把订单簿上面所有的卖单流动性全部吃掉，导致成交的均价是高于市价的。大额订单呢，通常会被一些机器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机器人，或者是被市场肉眼直接发现。其他人呢，他们也会抢先买入，会推高这一个价格，然后呢，大家就会 FOMO 跟进去。所以呢，大户他们会选择 OTC， 愿意私下以协商价格一次性成交。有时候 OTC 的交易呢，甚至会有折扣。反正 OTC 交易它不会影响到价格，因为你看交易所的价格，也就是币价，它其实是由订单簿上面的买卖挂单决定的。所以当一笔交易是在场外完成的，在订单簿以外完成的，就是币呢直接从卖方的钱包转到买方的钱包，你觉得这会影响到价格吗？这根本不会造成订单簿上面的价格冲击，进而去影响到价格。所以这样的巨金流入不会消耗市场上的卖单，也不会产生任何买入的压力，买入的压力也不会推动到就是不会推动 BTC 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这就是跟你转你自己的 USDT 或者是你的其他那个比如说 BTC 好了，给你的朋友的地址是一样的啊。无论你转多少 BTC 的价格呢都不会因为你的这个转账而产生变动。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链上看到持有量在增加，但是呢，在交易所盘面上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再对比看一下这张图啊，它是100颗比特币以上持有人的实时监控。这个线图的话，它是5分钟的线啊，你通过不同的时间拐点可以看到，它是5分钟记录的。那么从东八区时间，也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8点开始呢，100颗比特币以上的地址持有人总持仓量是从1200万增加到凌晨2点钟，那么最高的峰值来到了1200万。1,2293295颗 BTC， 也就是相较于上一个数据呢，总增持增加了13983颗 BTC， 并且呢，这个数据的是创下25年下半年以来100颗以上持有人单日净流入的新高。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要怎么去看呢？我们还是切到各部分去，就是持有人的图表来去看。那这张呢，同样是来自于这个平台给出来的数据啊。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地址啊分享给各位啊，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可以看到。那剖析一下这次100颗以上持有人出现这样半年以来的最大流入，背后的筹码结构到底是怎样的？进而我们可以知道大户的行为。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100颗以上持有人呢，在1月1日出现了14000个比特币，也就是单日的净流入啊，绿色代表流入。但是呢，你也会发现10到100颗的持有人呢，他出现了流出，也就是流出了15000颗。几乎每一次看到100颗以上持有人在流入的同时呢，都会去看到10到100颗以上持有人出现相同量级的流出。我们要认真说一下这个现象啊。那因为我们上次去看到100颗持有人出现10000颗以上流入的时候呢，是在12月21日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日期怎么调整啊，在这里呢可以选择到我们对应的日期啊。那我们查询到12月21日的那一天，它确实是出现了一个10000 BTC 以上的净流入，那同时也出现了10000 BTC 以上的净流出，那分别对应的是10到100颗的地址和100颗以上持有人的地址。
那这样的数据呢，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因为还是不会直接影响到 BTC 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我们不断看到100颗以上持有人出现大额的净流入，说明筹码正在从弱手转移到强手。这些金鱼呢选择 OTC 而不是直接在交易所进行买卖，说明他们不想要推高价格。这种悄咪咪的换手吸筹行为呢，通常发生在大户认为说，当前价格呢是具有长期价值的时候，反而这是一种筹码的锁定，因为你觉得他们买入这么多筹码，在链上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市场的供给给买走。那比特币也就那一些嘛，市场上的供给逐渐被100颗比特币以上持有人正在买走，供给越少，那市场上这个需求呢就会出现，价格的冲击就会越大，就更好的去推动价格上涨。在未来需求真正在这个市面上出现的时候呢，有一堆这样的供给存在啊，那因为已经被100颗 BTC 以上的持有人给买走了嘛，所以呢只需要稍微买一点，那一旦这种需求出现，就会对价格进行新一轮的冲击。所以去观察这个数据呢，我们并不是直接会看到这个价格就可能产生影响。逻辑上来讲的话，就是不太会。但是呢，观察这个筹码的结构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的资金流向。那严格来讲的话，是我们只能看到12月31号的数据啊，那出现了3.4亿美金的这个流出。那为什么机构还在频繁卖出呢？我们再来到总体市场流向 ETF 加持仓。那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就不单单只看机构 ETF 数据，也不单单只看链上的数据，两个东西总合起来，这样才是 BTC 市场。因为 BTC 市场的话，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玩家哦，那肯定有很多数千个机构加玩家加散户等等。那这张数据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去说现在整体的流向。那我们看到31号的时候呢，即便出现了3000多万的流入，但 ETF 流出了3.4亿美金啊。我们通过这张图表呢，其实看上来的话都是有流入，那也有流出这种情况，因为它两个都是相对来说就对立。那么也许有一天就是可能会出现链上的那个流入，然后以及是 ETF 的流入，这两个柱状图都是绿色的时候，都代表上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反转的信号。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观众友的收看。那现在正值假期当中大家可以就是多花点时间陪陪家里人，或者呢跟自己的对象或者是另外一半出去玩。那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玩，就不一定要成双结对的。单个人的话，可以去旅游看看山水。好，那么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的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互动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